有谁能帮帮我们？大量生蚝现在都已经积压在码头了，好多货都无人问津，一箱一箱堆在这儿，心里真的堵得慌。再这样下去，不是亏，是直接被拖垮了啊！这叫行情不叫，咱是卖货的，一个卖货的动物。价格呀，一下掉这么多，卖又卖不出去，真的呀是头疼啊！来了啊，小龙虾跌到2块钱一斤，继续倒回臭水沟里了啊，不卖了。这世道越来越离谱了。你们就继续卷吧。谁也没有想到今年的价格会这么低，前两天5块左右，今天直接1块7、1块8，暴跌4倍啊！比去年同期要便宜到30%左右。5块钱一斤，昨天掉到了1块6，换不了一瓶矿泉水，还卖不了几个气儿，天天掉价，一车3天都卖不掉啊！妈，你别扔了，妈，你别扔了，跑哪呀？你别扔了，抓，这都是咱辛苦种的3台马。哎妈，你别扔了啊！别扔了，扔的心疼，别扔了。虾子已经烂市了，虾子烂市了啊！现在小青3块，中青5块5，大青9块。今天3号了，又是礼拜天，你们俩生意怎么样？哦，我们家今天生意完犊子了，惨不忍睹哦，惨不忍睹，样样卖不掉，惨不忍睹。你敢相信吗？卖一天海鲜，连生活费都赚不到。超市便宜你就去超市买，隔壁便宜你就去隔壁买，哪里便宜你就去哪里买。反正我的龙虾就这个价。这刀鱼怎么卖呢？这2块，2块呢，5块呢。这是5块了，这个是2块。这2块，这2块啊，这样是5块。你看看今天星期一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，为什么？那个星期一不吃饭。卖不掉，买的就卖不掉，还卖，现在是4月22号早上7点钟左右，今天市场这个货是彻底走不掉了，大概还有5万斤货没有走掉。今天这个价格是真不能报了，报完不仅让农户伤心，供货商就更伤心了。中国4大渔港之一，一条船都没有，空荡荡的。海鲜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的料理，几十元一斤的螃蟹、大虾，市民抢着买。而今年因为经济下行，民间消费降级，批发市场里的各种水产品都在角落里无人问津，哪怕老板们扯着嗓子喊，半天都卖不出去几只。按常理呀，5一节过后本该是行情回暖的好时候，可实际这价格却是意外大跳水。那为何海鲜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呢？这不是简单的不吃了，而是一场消费逻辑的彻底改写。价格暴跌，需求却消失了。不是我们不努力，这种情况，用力都没有用，这种真的。你别笑。这情况呢，越来越紧张了。10块钱时间，10块钱时间，快钱钱。今天这生意比昨天的还要惨，直接没人，直接光溜溜没人了，真的是。到现在做500块钱，扔了海蟹想卖还卖不出去，贵贱为人要，现在是只要你敢要，给价就卖，别说收本钱了，苗子钱啥的都卖，就这价格想卖还卖不掉。崩盘了，海鲜大量滞销，这量真的是多的要溢出来了，根本卖不动，烂是烂到没人要。全部都堆在码头这里，不是我一家，大家都一样，车子排着队进来，结果又空车拉回去，有的干脆就不拉回去了，直接在这边处理掉。今天卖不掉，明天就成垃圾了。海鲜生意为什么这么不好？哎呀，就说25年吧，惨的一批，夏天有的大商户都要亏30-40万、50-60万。像这些海鲜集市小火锅，动不动给你来个100块钱，5、6、18个盘的都是。你现在经济就是下滑，海鲜生意为什么这么不好？拿房子来说的话，以前200万，现在只剩100万，都没人买。今天是4月20号，周一早上9点，又到了成都的海霸王养殖区，大家看一下，人呢，不多哈，人不多。跟几个老板聊了之后，他们都说今年的生意
比去年同期下滑了不少，比前年更下滑的更厉害。 20斤螺丝虾卖到下午还剩下差不多10斤，要是今天卖不完，养一晚上，到明天死得多的话，连成本都收不回来。这生意真的太难做了，快50多岁的人了，经常打工又怕没人要，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，毫无退路。今年5一完犊子了，现在经济差到什么程度？看一下我们上海江阳批发市场，没生意啊。去年5月的时候，这个点各家档口都已经忙着打包送货啊，忙着团团转，甚至这条路上都已经开始堵车了。那现在你们看，现在每家档口基本上都没大有什么订单。有卖水产品的老板说，这几天各种海鲜产品集中大量上市，不少主产区的市场都出现了严重滞销的情况。刚从批发市场接到最新消息呀，价格还在继续的往下走。本来呢，该是丰收后欢喜的日子，结果这价格让人是失望啊！这养殖朋友的日子更是难上加难了。现在都纠结，到底该继续是下笼捕捞，还是先暂停呢？另一位商户也无奈地表示，往年一天能卖上千只，今年一上午才卖几十只。确实，如今的海鲜市场也不复往日的火热。往年一到节假日前后，阳澄湖、顾城湖、太湖等地的交易市场，凌晨3、4点就人声鼎沸，灯火通明。而如今，今年的画风彻底变了。网友拍下空荡荡的交易市场，让人误以为是清晨没开市，其实已经是上午8、9点，摊位上的海鲜却无人问津。看见别人种蒜发财了，今年扩种明显，都种吧，都来种吧。收购价从几块钱变回几毛钱，产量比原来多了30万吨，现在没人要了，留给自己天天吃也吃不完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，好几十亩蒜苔往外丢，都快把河南的臭水沟填满了。看着，垃圾桶里边扔的都是蒜瓶，对，咱城市里有这卖好几块钱一斤的，俺这河南给都不要，到垃圾桶里装的都是。扔了，不要了。卖不出去，没人要。昨天蒜苗光光扎在那本儿，没人要。水果自由，你看，全部倒在路边。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么多水果吃啊？我们这边都烂大街了，随地可见。你看，今天南大埔市场的这个菜没人要了啊！看看，就一个叫菜的也没有，太多了，从北头堵到最南头。一条路上上了400多车菜，看看，往这也是太多了啊！政府号召我们这些蔗农做好战备物资，让我们种多一点甘蔗。我们拉过来，糖厂又说不收了，真的是被坑惨了。让我们这些农民怎么办？看我们生意好干不好干啊，家人们啊，太难了啊，又亏了啊，家人们，又亏了啊！老板啊，老板你看傻了啊！你这不来他说完了啊，家人们。这不来他都吃完了，看，耍怪不干啊！走，看到吗，家人们啊？这是小薄皮啊，小薄皮啊！家人们，你这不来，老板全部吃完了。今年现在掉到1亩多都没人要，特别惨。你看现在面积的已经要上千亩，要烂在地里了。海鲜没人买，各种农产品和蔬菜水果也同样出现滞销的情况。近日，中国水果价格断崖式下跌。很多农民都在哭诉，今年什么水果都不好卖，价格跌得很厉害，亏本卖还没有人买。刚过了节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出来卖也没用啊，卖了一个早上根本卖不动。原本很多生意人都期盼5一节假日能大赚一笔，结果却跟平时的生意没有太大差别，甚至更惨淡。很多做小本经营的老板们都在诉苦说，现在经济下滑的太厉害，价格大跌，上市场去批发也不好卖，果农们叫苦连天，农作物价格也大跌，农民日子也不好过。做农民到底有多难？看一下我后面这冬瓜种的老好了，你们知道这收购价多少钱一斤吗？才2毛钱一斤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这瓜多漂亮！你们说真的是农民不够努力吗？你看一下这瓜种的长长的、直直的又大个，像这个冬瓜这样的成本的话，大概在7毛钱一斤，然后现在收购价是2毛钱一斤，简直是血亏。现在的甘蔗户已经人心惶惶了，
今年的黄金甘蔗真的要完蛋。今天我去了7、8个园子看货，接触的农户他就想快点出手，先卖先赢了，因为还有2个星期就过清明节了。清明节之后，这个量，黄金甘蔗的量在市场上是会骤减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农户着急，我感觉这个时候醒悟的有点太晚了。中国的阳光玫瑰是没见过阳光的，太阳长啥样他都没见过。我自己种的我都不敢吃，你们嫌果肉不够大，我就加点膨大剂，让它长得跟乒乓球一样圆润，就这么在药水里洗个澡，出来的果子皮薄肉脆，卖相那是真的好。时间就是金钱，2个月我就能让它拔苗助长，走进市场。大哥，今天发市场有放药水啊，是不是？洗洁精，发洗洁精啊？哦，冒泡的哦，是不是？我也是药水的洗洁精。哎呦，帮他打广告了，哎呀，亮啊亮啊亮啊！哎，又装2万多斤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